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为何被称为中国人民的非洲老铁？为何他又会被西方人权组织盯上？先来点真实的。南非媒体新闻24小时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言论自由在卢旺达仍属犯罪，人权观察呼吁改革》的文章。文章内容显示，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在卢旺达国内，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了一种犯罪。人权组织有义务、有责任呼吁卢旺达政府从不容忍异议的文化中转变出来。人权观察组织中非主任刘易斯马奇表示，卢旺达的司法机构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缺乏诚信。报道中大量篇幅指出卢旺达现总统保罗·卡加梅的专制，而在这背后其实是西方对亲中国国家的不断针对与攻击。卢旺达一直以来的发展与中国走得十分近，卡加梅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非洲老铁。很多中国人对卢旺达近年来的印象，可能就是近几年该国阅兵完全按照中国解放军的模式，一样的迷彩服，一样的队列动作，甚至口号都是喊着中文向右看1、2，可见中国对其影响之深。卡加梅这个将卢旺达从过去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带出来的人，为何如今成为西方的眼中钉？针对新闻，简单点来说，就是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卢旺达国家的言论相当不自由，卢旺达政府的做法相当不正确。人权观察组织希望卢旺达政府能够开放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在不了解事件背景的情况下，这一新闻看起来是人权观察组织站在自由民主的位置上，捍卫卢旺达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抨击腐朽独裁政府的限制言论自由的专政做法。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权观察组织是个什么成分。人权观察组织是1978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一个非政府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组织的主旨就是调查和促进人权问题。屁股决定脑袋，美国搞出来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都是在帮助美国政府做事儿。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自然要将自由民主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够得到自己应得的人权、言论自由权。在美国的眼里，中国就是个极度言论不自由的国家。2020年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罗斯在2020世界人权报告的发布会上曾表示，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对全球人权保障体系造成了致命威胁，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差的。这就是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作用，以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确为手段，不断地制造对象国家国内矛盾，扰乱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以此达到遏制一个国家发展的目的。中国就是人权观察组织的头号声讨对象。而这个人权观察发言人罗斯就曾是美国联邦检察官，是典型的美国建制派人物，人员构成决定了他会把美国国家利益深度嵌入到其工作目标。人权观察组织是个什么成分也就一目了然。去年的5月份，这个所谓的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被中国外交部批为反华机构。而这一次，人权观察组织盯上了卢旺达，并且其意图非常明显。在我们了解了卢旺达的历史后，就能认识到这个美国的人权组织的险恶用心。卢旺达目前是非洲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全面的政府政策实现了快速工业化。21世纪以来，卢旺达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经济上快速增长。2020年，卢旺达人均 GDP 达到了876美元。在非洲这个国家普遍贫穷落后的地方，卢旺达成为一枝独秀。可以说，卢旺达目前是非洲最安全的国家，被誉为非洲奇迹。而卢旺达之所以能够成为非洲地区的一股清流，是因为其很早便开始全面照搬中国的发展模式，还学到了中国独特国情下的改革开放，不断吸引外资来卢旺达投资设厂开办企业。而卢旺达最主要的引资对象就是中国。中国对卢旺达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在农业方面派遣农业专家团队来到卢旺达传授农业知识与经验，在国家基础建设方面帮助卢旺达修建公路、房屋各类基础设施。据了解，在卢旺达的公路建设中有70%都来自中国的援建，这也让卢旺达国内的很多居民区的名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除此之外，中国还减免了卢旺达农产品95%的关税，促进卢旺达的经济发展。许多中国企业也纷纷在卢旺达建厂，解决了大量的人口就业问题。像中国信息巨头阿里巴巴都进入了卢旺达国内。可以说，卢旺达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
但正是这份密切关系，导致了美国将矛头转向了卢旺达。美国人权观察组织多次对卢旺达的人民言论自由提出呼吁，并着重强调了关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历史的言论呼吁。其认为卢旺达政府限制人民提出关于种族大屠杀言论是不正确的，是违反人权公约的。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确实是卢旺达的一段悲惨历史，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之一。限制关于其的言论，也是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如今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卢旺达也有着一段惨痛的国家历史。曾经的卢旺达也是非洲苦难的代名词，贫穷落后，人民每天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在卢旺达的土地上还发生过人类文明史上十分耻辱的一幕，那就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以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2个月的时间共造成了80到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卢旺达总人口的1/8。最让人觉得难以理喻的是，这场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得到了当时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甚至大量的平民都参与到大屠杀当中。这一切的源头还要从比利时殖民时期开始说起。第2次世界大战后，卢旺达沦为了比利时的殖民地。这个本来没有种族概念，只有部落和主仆概念的国家，被比利时硬生生划分出了2个种族：胡图族与图西族。比利时为了更好地对卢旺达进行殖民，不断地制造2个种族的矛盾，纯粹的阶级关系变成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不断激化的矛盾，也让2个种族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种族灭绝大屠杀埋下了伏笔。独立后，种族矛盾愈发尖锐，卢旺达国家媒体竟然直接宣布图西族就是国家公敌。种族灭绝大屠杀最终发生，短短2个月的时间，100万人失去了性命，平民们拿起武器挥向曾经的同胞。这过程中，在卢旺达的土地，每10秒钟便有1人被杀害。在绝大多数人失去希望的时候，救世主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1994年，卡加梅带领爱国阵线结束了种族大屠杀后被任命总统。卡加梅与非洲固有的军事独裁统治者完全不一样，他选择用经济发展来巩固政权，而不是种族主义。卡加梅上任后第一件事儿便是修改宪法，将比利时强加在卢旺达身上的种族主义废除。卢旺达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什么图西人和胡图人，只有卢旺达人，并且任何在卢旺达内炒作种族议题的行为都会被定义为犯罪。这也就是西方人权观察组织所说的没有人权以及言论不自由。